恐怕公主不涉江湖的日子要结束了。你是西方桃，风流殿的人。程岛主竟然还记得奴家？请问唐公子已经进入碧落宫了吗？跟他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中原剑会，给我杀！10年一靠岸，茶花入门。谁来？我让你干什么？给我杀！府翠，这样一曲纸杀，你敢挡吗？但凡我们再流露出一丝战意，这首平静的曲子便会化为阴杀。唐丽兹，你果然在这里！唐狐狸，你没冻死啊？还进去了？那感情好啊！你快让公主把门打开，放我们进去。碧落宫和唐丽斯结盟了，怎么办？碧落宫向来中立，必不能容兵戈在前而坐视不管。你先后将两方势力引到碧落宫，再以琴声高调相助剑会，这样风流殿必会以为本宫已与你与剑会已经达成同盟，你便可顺理成章地逼本宫卷入此事。公主有命，邀请程刀珠等中原剑会人士进碧落宫做客。你们碧落宫是要跟我们风流殿作对吗？我劝你们，在做出威胁之前，先考虑清楚自身的能耐。天河之下，不乏尸体。龟孙子，有种就留下！等着，你还欠老子2巴掌！于兄，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唐丽慈，杀师之仇不共戴天，我于妇人宁死不受施恩。今日就算身死，我剑王城也要挡一挡这风流殿。你知道你跟唐丽斯武功差多少吗？真正想报仇的人，会忍着痛苦，如蝼蚁一样活着，在泥泞里爬着，为求活命蠕动着，找机会钻入大象的耳朵，给他致命一击，至少要让仇人痛。哎，沈兄这是为你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不必。哎，于兄，等等我！西方姑娘，此情此景，你是想自己走，还是唐某出手送你离开？唐公子，上次匆匆一别，奴家甚是想念。不知唐公子是否还记得奴家？西方姑娘令唐某印象深刻，心心念念，不敢过忘。唐公子本领通天，竟然可以让素来不迎外宾的碧落宫都为你破例，
奴家斗胆。敢问公子让我们离开，可是婉玉公主的意思？姑娘想说什么？奴家风流殿西宫公主西方堂，这位是东宫公主抚翠，仅代表风流殿求访婉玉公主，还请婉玉公主也为我们破例。姑娘风姿绰约，拒绝好像也是风的，但是碧落宫的规矩还是要守。那是当然。宫内不得动武，违者囚牢，杀人者死。奴家谨记。姑娘请。唐公子，你以为你真的能拿捏本宫的心思？婉玉公主岂是唐某可以掌控？棋逢对手，方显有趣，不是吗？此处是通往碧落宫的玄天锁，落下悬崖，十死无生。对自己轻功不自信，请留在前殿等候。喂，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因为我喜欢你眼中的恨火，跟我一样。诸位，这边请。这群宵小为何也进了碧落宫？公主也邀请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与诸位一样，同为碧落宫的客人。今日已晚，还请诸位在紫霄院中暂宿一下。其余过不了玄天锁的江湖同道，已经在城中闭锁安置。关于今晚的规矩，我只说一次，请诸位务必仔细听好。一，碧落宫内不得杀人，若是杀人，则视为冒犯碧落宫，杀之。二，今晚会有人在紫霄院内巡逻，巡逻的时候不能发现有人动武，若是发现，则会被关入囚牢。三，明日一早，公主会接见你们当中的一人。公主要接见谁？接见谁？公主明日才会选。宫里不允许动武，动手没问题吧？若是动手，则需加倍奉还。我打他一巴掌，还他2巴掌，行吗？哎，哎，哎，2巴掌打完了，不许再打了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刚才那一巴掌是你欠我的。嗯，你究竟逞什么强啊？碧落宫内不染俗尘，进宫以前，还请诸位更衣。男客请随我一步。姑娘，女客请至这边更衣。雨兄，走啊。这是2位的居所。我们的其他人呢？
奴家只负责带路，一间房只安排2人。为什么？是毕总管交代的，这样安排诸位。你在房间等我，我去找人。多谢总管相送。其他人呢？他们有7个人，你们只有5个，这样对你们不公平。因此少主让我多说2句。婉月丹，有话就出来说，让个下人传话，看不起我们风流店怎么？因为你的无礼，我少说1句。你，小翠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礼？哼。抱歉，总管想说什么？公主不只看结果，还看表现。2位还是尽快找到同伴吧。多谢公主提点，虽然少了1句，但也足够了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咱们是来杀唐丽慈那帮人的？在城外扭扭捏捏也就算了，现在咱们都进了碧罗宫了，不是你看不出来吗？唐丽慈跟婉玉月丹那帮人都是一伙的，我们进来干什么？送死吗？福翠啊，是谁告诉你，唐丽慈和婉玉月旦是同盟的？那怎么不是同盟呢？他们2个都在城墙上站一块儿了，还放他们进来？若他们真的是同盟，那婉玉月旦又为什么会放我们进来呢？福翠呀，福翠，你还没看出唐丽慈的阴谋吗？阴谋？不可能，没有阴谋。婉玉月旦就是为了帮唐丽慈那帮人才打开的大门。婉玉公主既然救了池大哥他们，为什么又将我们分开安置？或许他是不想任我摆布吧。唐公子，你当真太冒险了。怎么，你还没习惯吗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等池云和沈狼魂找到我们再说。这里房间众多，不仅每个都长得一样，而且星罗棋布。池云他们能找得到我们吗？沈狼魂是善于潜伏搜索的高手，在剑王城他就可以随意来动，说不定此刻已经在门口了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唐狐狸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又是什么情况啊？现在，在做什么之前，先把这个收好。这是什么？玉蟾书痕胶，外敷。好兄弟，事情还得从剑王城一战之后说起。我接下了于气凤那一记西风斩荒火之后，被普珠先生救下，就在你们找到我的那间竹屋里。怎样的约定？碧落宫。只要先生放在下离开，唐某
便会想办法引荐中原剑会与碧落宫联手，共抗风流殿。中原剑会早些年亦曾派人去接触，皆无功而返，甚至连婉玉公主的面都没有见到。你要如何引荐？4年前，唐某自碧落宫偷得埋葬老公主的不朽金冠。婉玉公主若想寻回先人棺木，那就非得见上唐某一面不可。风流殿盘根错节，耳目众多，若剑会想要联合碧落宫的消息泄露，风流殿一定会出手阻挠，甚至会派人抢先一步试图与其结盟。唐某现在是一雀阴阳的嫌疑人，剑会可趁在下前往碧落宫时，派出使者假意追捕唐某，以此掩人耳目。只要到达碧落宫，唐某一定会想办法引荐使者与婉玉公主会面，届时就看剑会是否有办法说服婉玉公主一起共抗风流殿的。对呀，碧落宫这么多年来都不跟江湖人往来，我看他们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那你又怎么笃定他们会跟剑会合作？因为老公主的不朽金冠里是空的。什么？已按照公主吩咐，将访客2人一房安置在紫霄院各处。不回故土，绝不下葬。婉玉一脉要回中原。公主，一雀阴阳已死，前朝早已覆灭，婉玉一脉重回中原，只是一念之间。至于是跟风流殿合作，还是同中原剑会结盟，那就看他们的表现了。天行星辰，如影如形。你发现棺木是空的，你就猜到老公主有落叶归根的想法？见到婉玉公主之后，我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。难道婉玉公主不想安葬令尊？你还想威胁公主？不是我说，唐狐狸，你的脑袋里面一天天装的什么？这么弯弯绕绕的想法你都能猜出来？只是回归中原的路，并非只有一条。可婉玉月旦把风流殿也放进了碧落宫，他是想跟风流殿合作。成王败寇，与其投靠会失败的一方，不如押对赢家。碧落宫向来管理严苛，不放外人进入。他来这里想干什么？又怎么保证碧落宫会对他开门相迎呢？而那程运袍又为什么会追来？我们要不要通知那个死古板程运袍，让他去做点手脚，做点什么事？
所以师兄不是来抓唐公子的。为防泄密，此事只有剑主普珠先生与我3人知道。你性格老实，我怕你露出破绽。那为什么在城外就要抓唐公子？抓着他就能押着他来碧落宫，用他当交换条件，换取见婉玉公主的机会，这样更加名正言顺。那唐公子为什么要逃呢？他有逃吗？他只是与我同行。程云袍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唐离辞，唐离辞只是一个引子，递出了一条栈道，而他暗度陈仓，让程云袍进入碧落宫，才是目的。所以师兄不是来抓唐公子的。为防泄密，此事只有剑主普珠先生与我3人知道。你性格老实，我怕你露出破绽。那为什么在城外就要抓唐公子？抓着他就能押着他来碧落宫，用他当交换条件，换取见婉玉公主的机会，这样更加名正言顺。那唐公子为什么要逃呢？他有逃吗？他只是与我同行。程云袍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唐离辞，唐离辞只是一个引子，递出了一条栈道，而他暗度陈仓，让程云袍进入碧落宫，才是目的。原来师兄你相信唐公子是好人。他或许并非奸邪，但也未必是好人。他故意张扬行迹，引来风流殿及追杀他的剑客，就是为今日留守，以逼迫婉玉公主对剑会施以援手。婉玉公主收留风流殿那些人，或许就是因为唐立辞这做法太过极端，引起他的不满。原来如此。目前尚没有程岛主的用武之地。今夜最为棘手的是西方桃。这个姑娘的城府不在流眼之下。目前我还没有和碧落宫达成真正的联盟，于风流殿而言，就还有可乘之机。今夜他定会有所行动。那就算是这样，这碧落宫他也不让动手啊！我们进来能干什么？那你就要问问婉玉公主，她想要什么？为什么要将我们分开安置？还有，刚才碧莲依给我们的暗示。暗示？他们有7个人，你们只有5个，这样对你们不公平。公主不只看结果，还看本性。入夜之后，便是我们动手之机。入夜不是有守卫巡逻吗？怎么行动？或许是想让我们避开这些人行动。婉玉公主故意将我们所有人分开安置，是一定想让我们在这紫霄院中做一些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就是给我们的考验。若是做对了，她就会跟剑会合作；若是做错了，婉玉公主觉得我们是笨蛋，碧落宫就会和风流殿合作。那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无论做什么之前，都要弄清楚这场游戏的规则。这场游戏的规则不就是不能动武吗？或许这未必是规则，而是漏洞。哪来的鼓声啊？吵得我头都痛了。就是此时，晨钟暮鼓，这是入夜了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夫人这是何意？
要是想活命，就别出去。这群邪佞绝不会坐以待毙。趁现在入夜，我去探探他们有何打算，最好能早他们一步见到婉玉公主。你留在此处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消息。好，若是遇到危险，就喊。这么心急？师兄不是路痴吗？他一个人……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！公主，有6个人离开了房间。如你所料，他们开始行动了。查过了，西方桃、福翠已经离开房间，整个紫霄院只有16名守卫巡逻。太少了，看来西方桃也察觉到了关键。察觉出关键之人，便是对立阵营的关键。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？西方桃往西，福翠往东。整个紫霄院状如棋阁，廊道绵延，房间众多，但他们没有逆影术，想要查清所有房间不容易。好，我去找西方桃，你跟着福翠，照计划行动。好。师兄，师兄！我们在这干等着也太无聊了，我也想出去找人啊！我的轻功明明在这里才是最好用的那个。我知道池大哥想找白姑娘，难为你保护我了。我池原还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的。我们在行动，他们肯定也在行动。此时双方的后方才是最薄弱的地方。哎，罢了。在剑王城我就大意过一次，这回我一定保护好你也好。碧罗宫为什么要建这么多一模一样的房子？师兄，师兄！哎，唐公子，别这么大声，小心暴露行踪。怎么了？不是碧落宫内不允许动武吗？不允许动武，但若是没被发现呢？啊？今晚会有人在紫霄院内巡逻，
巡逻的时候不能发现有人动武，若是发现，则会被关入囚牢。哦，不被巡逻的人发现就不算动物。婉玉公主岂会不知中原剑会与风流殿水火不容？她将我们所有人拆散，分配到不同的房间，就是想要看一看双方阵营当中有谁可以识破重点，主持大局，同阵营之间是否有默契，能否互相帮助。这里的守卫出乎意料的少，他的目的就是想要看我们互斗。那结果，双方哪边的人倒下的更多，谁就是输家。哦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去找程岛主，池云的房间在东边第2列，北起第2排。你程岛主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！怎么突然没声音了？你做什么？弹劾剑。好人就是这么老实。太造次了。啊，躲哪儿去了？看我把你救出来！是你，唐丽慈，风流殿那个妖女坏了规矩，她动武了。程岛主准备去跟谁告状呀？只要没被发现，就不算破坏规矩。可是剑主的信物太阿剑被他抢走了。古稀潭，他在往东过2个廊亭，左转的第1间房与池云一起。你先去找他们，保存实力。我去夺回太阿剑。我能信你？若是不信我，你还能信谁呢？程岛主，程岛主，那边是洞。用你说。公主认为，谁会获胜？嘘，毕总管，星爷，以目观之，以心察之。紫霄院房屋6横6纵格局，共计屋宇3600座。我在北1廊中找到古稀潭时，程运袍与西方桃在北5廊与东4廊交汇的廊亭发生打斗，西方桃夺走太阿剑逃脱，程运袍在北2廊与东4廊交汇处与我接，在北便是院墙，往东需经过池云与阿谁。唯一的可能